咱们拿骰子抢红吧。没趣儿，不好。张花名好。哎，好啊好啊，这是早已想弄这一出了呢。这玩意虽好，人少了没趣。哎，依我看，咱们静悄悄的把林姑娘、宝姑娘请过来玩一会子，到二亲再睡也不迟啊。又开门合户的闹，倘或遇见巡夜的问呢？怕什么呀？咱们三姑娘也吃酒，再请一声才好啊。还有秦姑娘，秦姑娘就罢了，她在大奶奶那里，这可就倒腾大发了呢。怕什么呀？春燕儿、四儿，你们就快请去。哎，他们两个去请，只怕宝姑娘跟林姑娘两个不肯来，须得我和袭人、麝月一起去请。也好，你们快去吧。啊，走。哎，你们可快去快回啊！知道了，快走。袭人、晴雯忙请来宝钗和黛玉，探春又再三请了李纨和宝琴，炕上又并了一张桌子，方走开了。日日说人厌巨饮薄的，如今我们也是如此，那以后可怎么说别人呢？这又何妨？一年之中，不过生日节间如此，并无夜夜如此，这倒也不怕呀。是的，就是啊。让我先来。是几点？几点？5点。5点。1、2、3、4、5。我先装。哎，是什么呀？是什么呀？姐姐是牡丹花，艳冠群芳。哎，你是牡丹花哎！给我瞧瞧。哎，说看，写的什么？快念啊！认识无情也动人，真巧得很，宝姐姐真配牡丹花，是不是？就是。认识无情也动人。接着往下念。宝哥哥，接着往下念啊！宝哥哥。哎呀，还是我来吧。这签上还写着呢，在席共喝一杯，此为群芳之冠，可随意命人。好，哎，方官，给我们唱支曲儿吧。快唱！事业开去风光啊！快点回去，这会子不用你来上寿，姐你极好的唱来，怎样？好，再唱一个吧。那我唱一支《赏花时》吧。好。翠拂毛林杂州，赏花时。心他天门扫老虎，眼看那风起雨去沙。梦哭的那一层云霞，地多少门百几天涯，云绣在金绣向东老贫穷埋进有计。花官唱的真好。哎，什么16点。？16点。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。我还不记得个什么呢？看看是什么？快说！念！写的是什么呢？这个不好，不该行这里。这原是外头男人们行的礼，有许多红花在上头。我来看看，我看看。
瑶池仙品杏花，得此前者必得贵婿。我当是什么呢？原来是这个。我们家也有了个王妃，难道你也是王妃不成？先去了这个吧，再信别的。这千元是贵客中取戏用的，除了这2、3根有这话，并无杂话，这又何妨？快喝了吧！来呀，不了吧？不了，你别呀，我来替你。喝吧，快给我！哎，快给我吧！快给我吧！几点？19点。19点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。来，哎，刚刚说的哪什么？是什么？是哪个呀？好极了，是只老梅。梅，你们瞧瞧，这老十字经有些意思。竹篱茅舍自甘心，自饮一杯，下家治色。快自己一杯，快自己一杯，好，一杯。真有趣，跟你了，你们治吧。点18点。12点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。该你了，云妹妹该你了。抽什么签？写着什么？是只海棠，上面写着“只恐夜深花睡去”。哎，若要是把这“夜深”2个字改作“食粮”2个字，岂不更对劲了？姐姐，这是笑我！看，快坐上船，家去吧。别多话了。继续念吧。纪云香梦成酣，撤此签者不便饮酒，只令上下2家各饮一杯。是林姐姐和宝哥哥。快喝！阿弥陀佛，真好签。风过，把这喝了。宝哥哥，你怎么那样呢？你看，林姐姐都喝了，你还不喝？下次我一定要罚你。几点？9点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。射月。什么呀？快说呀！什么？是什么？写着什么？是什么呀？我不识字，阿姨帮我瞧瞧。快念！快点说呀！说的什么？哎，是个荼蘼花。韶华盛极，开道荼蘼花事了。在席各饮3杯，送春。这怎么讲？大家且喝酒吧，每人吃3口，自当3杯之数吧。来，一起喝。来，未几，该黛玉撤。黛玉默默地想到，不知还有什么好的被我撤着方好。不知还有什么好的被我撤着？什么？哎，是只芙蓉花。哎，好极了！除了林妹妹，谁不配做芙蓉？风露清愁，莫怨东风当自嗟。哎，宝姐姐，我们同饮一杯。来，大家也饮一杯。来，该我了。姐姐，快摇！是几点？20点。 20点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是什么呀？哎，是个桃花。桃花。武陵别景，桃红又是一年春。
战，做中同耕者赔一战，同城者赔一战，同姓者也要赔一战。我也与他同耕，我也与他同耕，我与他同尘。我也姓花，我也陪你喝一盅。哎，你命中沾着张桂旭的，你是杏花，你喝了后我们才好喝呀。是啊，嫂子，说吃什么，顺手给他一下子。人家不得桂旭反要挨打，我也不忍的。姐姐，姨太太打发我来接林姑娘了，几斤啦？2斤以后了，钟打了11下了。也没听见敲钟啊。哎，袭人，拿表来我瞧瞧。果然，子初出课时分了。我可撑不住了，回去还要吃药呢。也都该散了吧。都别走啊，再多玩会子啊！再多玩会儿吧。先散了吧，明儿再玩。夜台神了5下，这已是破格的了。散了吧。送走众人，关了门。宝玉和丫鬟们复又行起令来。至4更时分，酒坛已罄，方收拾灌树睡觉。大家黑甜一觉，不知所知。待袭人睁眼看时，已是天色精明。方官儿，方官儿，方官儿醒醒！方官儿，你也不害羞，吃醉了怎么也不捡个地方随便乱停下了？快起来，起来吧！我怎么吃的不知道了？来，秋文，起来了。可迟了。哎，我也不知道了。我知道，就往你脸上抹黑二爷，好了。哎，我看画他哪儿呢？哎呀，好了，二爷。哎，砚台下是什么？一定又是哪位的样子，忘记收了吧？坎外人妙玉，恭肃遥叩方辰。哎，是谁接来的？也不告诉一声啊！左儿，谁接了一个帖子？快想想，谁呀？我想起来了，昨天妙玉并没有亲来，只打发个妈妈送来，我就搁在那里，谁知一顿酒就给忘了。拿纸来。坎外人。宝玉看妙玉下着“坎外人”3字，自己竟不知回帖上回个什么字样才相抵，只管提笔出神，半天仍没主意。哎，你这又是去哪儿？找林妹妹去。哎，祖宗，你也梳洗了再去不迟。宝玉绣了帖儿，进来寻黛玉。刚过了沁芳亭，忽见秀烟走来。姐姐，哪里去啊？我找妙玉说话。姐姐，她为人孤僻，不合时宜，万人不入她目的。原来她推重姐姐，可知姐姐不是我们一流的俗人。她也未必真心重我，但我和她是贫贱之交，又有半师之分。当年她在盘香寺修炼，我家租赁的就是她庙里的房子，因此我们做过10年邻居。我所认的字可都是承她所授呢。后来我们投亲去了，又闻得她因不合时宜，为权势所不容，再不想竟投到这儿来。如今天缘凑合，我们重遇，旧情竟未易，承她倾慕更胜当日。怪道姐姐举止言谈超然如野鹤闲云，原来是有本而来的。哎，正有一件事儿使我为难，我正要请教别人去，如今遇见姐姐，真是天缘巧合，还求姐姐指教。他这脾气竟不能改，竟生成这等放荡鬼癖了。从没见拜帖上下别号的，这可是俗语说的僧不僧，俗不俗，女不女，男不男，成个什么道理？姐姐不知道，他原是世人以外之人，
因为素日娶我是未有知识的，所以给了我这个帖子。我竟不知回什么字样才好，竟没了主意。我正要去问林妹妹呢，如今遇见姐姐，请姐姐指点一二。秀烟听了宝玉这话，且只顾用眼上下细细打量了半日，方才笑着说：“怪道俗语说，闻名不如见面。又怪不得妙玉下这帖子给你，又怪不得上年又给你那些梅花。既连他都这样，少不得我告诉你缘故。洗耳恭听，愿闻其详。他常说，古人中自汉晋五代唐宋以来，皆无好诗，只有2句好。纵有千年铁门槛，终须一个土馒头。所以呀，他自称槛外之人，是自谓倒于铁槛之外了。故你如今只下槛内人，便合了他的心了。哦，怪到我们家庙说是铁槛寺呢，原来有这么一说啊！多谢姐姐点话，我这就回去写回帖。宝玉回房写了帖子，上面只写“槛内人宝玉熏目谨拜”几字，亲自拿了到栊翠庵，只隔门缝投进去，便回来了。槛内人宝玉熏目谨拜。不料宝玉生日刚过，东府老爷贾敬突然宾天，两府众人皆有些生疑，不免议论：难道老爷天天修炼，定是功德圆满升仙去了？尤氏见贾珍父子并贾琏等国丧送灵皆不在家，一时竟没个着急的男子来，未免忙了，只得忙卸了装饰，坐车带了赖生一干家人媳妇出城，又请太医看事，到底系何病？下官方才检验过了，老爷肚中坚硬似铁，系玄教中吞金服沙，烧炸耳目。原来是老爷秘法新制的丹砂吃出了事儿。是啊，小道们也曾劝说，道行未到，切莫服用。是啊，史丁我也劝过，不成望老爷以今夜守更申时，悄悄的服用，便升仙而去。是啊，这恐是潜心得道，已出苦海，脱去皮囊，自知去了。我并不知这些，我只知道，如今人已经死在你们这里了。只能等大爷回来之前，先委屈你们几日了。来人，把他们先都锁了！快派人飞马报信，给你大爷和荣哥知道。且说贾珍闻了此信，急忙告假。天子听了，忙下额外开恩，父子星夜迟回。嫂子孔哥哥和侄儿赶着来了，老太太路上无人，叫我们2个来照顾了。啊，想得周到。你嫂子一人在家如何料理的？嫂子当时就拿了道士锁起来，等大哥哥回家发放。用姜老爷装棺好了，用软轿抬至铁勘寺来停放。因天气炎热，时不能等，便命天文生择了日期入殓，3日后便开丧破孝，做起道场来等大哥哥。很好，这倒难为他。只是这里外这么多的事情，他一个人怎么忙得过来呢？嫂子因在外不能回家，怕家中无人照料，便将亲家母并2个姨娘接了来看家。二姨三姨来了，妥当。哎，你们快去吧。是。老爷，老爷，老爷。
府尹得知父训，便准假归列，并下额外恩旨，说老爷虽白衣无功于国，但念祖上之功，对此无品之志，令我们扶柩由北下之门进都，入私地并列，并着光禄寺按上例赐祭。朝中有王公以下官员皆准祭吊，这真是皇恩浩荡，真孝过天啊！太爷，太爷呀！太爷！哎，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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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起先回去啊，料理家中停灵诸事。太爷，走吧。哎呀！哎呦！贾蓉忙命前厅收桌椅，下隔扇，挂孝幔子，门前起鼓手、棚、牌楼等事，又忙着进来看外祖母2个姨娘。阿姨娘，您又来了，我们父亲正想着你呢。荣小子，我过2日不骂你几句，你就过不得了，越发连个体统都没了。阿姨娘，还亏你是大家公子哥，每日念书学礼的，越发连那小瞎子瓢口的也跟不上。阿姨，您就饶了我吧。等姐姐回来啊，咱们告诉她。三姨，三姨，您别生气，您别生气，我不敢了，我真。哎，阿姨，您吃什么好吃的呢？哎，赏我也吃吃吧。呸！好吃。热笑在身上，老娘才睡了觉。他们2个虽小，到底是姨娘家。你爷眼里太没有奶奶了。回来告诉爷，你吃不了兜着走。各门令户，谁管谁的事儿啊？都够使了。从古至今，人们还说脏唐臭汉，何况咱们这种人家，谁家没点风流事儿？别讨我说出去。那边大老爷那么厉害，连叔还和那小姨娘不干净。哎，二婶那么刚强，瑞叔还想他的账，哪一点瞒得了我呀？二姐，给老祖宗请安。哎呀，是谁在那说话呢？是我呀。啊，是哥儿啊。给老祖宗请安，难为老祖宗劳心，也难为我2位姨娘受委屈，我们爷们儿都感戴不尽。唯有事儿完了，我们全家大小上门去磕头。我的儿，倒是你们会说话，亲戚们本是该的。你爹可好？他什么德性赶到的？才刚到的，先打发我来看您老人家，好歹求您老人家等事儿完了再回家呀。会嚼舌头的猴崽子，留下我们给你爹做娘不成？老祖宗放心。我爹真是每日为我2位姨娘操心，要寻2个又有根基、又富贵、又年轻又俏皮的姨爹，好聘嫁我2位姨娘过去啊！妈，别信这雷打的。他听不见。啊，是谁家的？天老爷有眼，仔细雷要紧。又过了数日，乃贾见送病之期，贾母年迈，悲伤过度，又经风寒，病卧在床，遂留宝玉在家侍奉。凤姐因身体不曾大好，也未去，其余贾赦、贾琏、邢夫人、王夫人等率领家人仆妇，都送至铁槛寺，至晚方回。
贾珍、尤氏并贾蓉仍在寺中狩猎，等过100日后，方扶柩回籍。家中仍托尤老娘并2姐、3姐照管。贾琏素日既闻尤氏姐妹之名，恨无缘得见，今因贾静停灵在家，每日与2姐、3姐相认一数，不禁动了垂涎之意。况之与贾珍、贾蓉等素有聚优之俏，因而成绩百般撩拨，眉目传情。那3姐却只是淡淡相对，只有2姐也十分有意，但只是眼目众多，无从下手。贾琏又怕贾珍吃醋，不敢轻动，只好2人心领神会而已。人人都说你婶子好，据我看，哪里及你二姨一点啊？你二姨又标致，举止又大方，言谈又温柔，无一处不令人可敬可爱。叔叔既这么爱她，我给叔叔做媒，说了做2房如何？你这是玩话还是正经话？我说的是当真的话。杆子好呢，只是我怕你婶子不依，再也怕你老子娘不愿意。况且我听说你二姨已经娶了人家了。这都无妨，我2姨、3姨都不是我姥爷家养的，原是我老娘带了来的。我老娘原先把我2姨许给那黄亮庄头张家，指腹为婚。后来那张家遭了官司，败落了。我老娘时常抱怨要与他们家退婚，然后我父亲也要将我2姨转聘。只等有了合适人家，不过令人找着张家，给他10几两银子，写上一张退婚的字儿，像那张家穷极了的人，见了银子有什么不依的？再者，张家也知道咱们是怎样的人家，也不怕他不依呀。又是叔叔这样的人说了做2房，我保管我父亲和我老娘都愿意，只不过是婶子那儿却难呐。哎，可不，就迟一点。哎，只怕你婶子那关难过呀。叔叔若有胆量，依我的主意，保管无妨。只不过多花上几个钱。有何主意？快些说来，我没有不依的。叔叔回家一点声色也不要动，待我回明了我父亲，向我老娘说妥，然后咱们在府后面附近买上一所房子及应用家务，再拨2窝子家人过去服侍。择了日子，人不知鬼不觉地娶了过去，嘱咐家人不许走漏风声。婶子在里面住着，深宅大院哪里就得知道了。叔叔2地住着，过个1年半载，几回闹出来，只不过是挨老爷一顿骂。叔叔就说婶子总不能生育，这也是为了子嗣起见，才在外边做成此事啊。就是婶子知道此事，见生米做成熟饭，也只得罢了。然后咱们再去求求老太太，没有完不成的事儿。好侄儿，你果然能够说成了。我买2个绝色的丫头送你。谢谢叔叔。贾琏只顾贪图2姐美色，听了贾蓉一篇话，遂为祭出万全，将现今身上有福，并停妻再娶，严父妒妻种种不妥之处，皆置之度外了。亲家太太和3妹妹哪里去了？怎么不见？才有事往后头去了，就要来的。倒茶。槟榔荷包忘记带了，妹妹有槟榔，赏我一口吃。槟榔倒是有，只是我这槟榔从不给别人吃。给我又有何妨？贾琏特意捡了半块2姐吃剩下的，撂在口中吃了，又将剩下的都揣了起来。
拿新的来。是。给亲家太太请安。大嫂子说，前日有一包银子交给亲家太太收起来了，今日因要还人，大哥哥令我来取，再也看看家中有事无事。二姐，拿了钥匙去取银子。好。啊，我也要给亲家太太请安，瞧瞧二位妹妹。亲家太太的脸面倒好，只是二位妹妹在我们家里受委屈。咱们都是至亲骨肉，说哪里的话呢？在家里是住着，在这里也是住着。不瞒二爷说，我们家自从先夫去世以后，家计着实艰难了，全靠这里的姑爷帮忙。如今姑爷家出了大事，我们帮不上别的，白看看家，还有什么委屈了的呢？给老太太、二叔、三姨请安。上次我和老太太说的，我父亲要给二姨说的姨父，就和我这位叔叔的面貌和身量差不多。老太太，您说好不好啊？好。坏透了的小猴崽子，没了你娘的说的，多咱早晚我才撕了你那张嘴呢。却说贾蓉见余禄跟了贾琏去取银子，至晚间到铁槛寺，回了贾珍，并把贾琏想娶尤二姐的事也说与了贾珍。银子已给余禄了，老太太的病也痊愈了，如今也不服药了。你二姨、三姨呢？都好，都好。方才在路上，二叔还跟我说要娶二姨做二房。不好，这事万万不能做。这怎么做不得了？二叔也是为了子嗣艰难起见，二姨是见过的，这亲上做亲，岂不比外头不认识的说了来好啊？所以二叔特地求我来跟您说此事。其实倒也罢，就是不知道你二姨心中愿意不愿意。不妥，不妥！不说别的，就是这凤丫头岂是好惹的呀？太太放心，二叔说了，在外边置办房子住，不让婶子知道。这主意好。就这么着，你啊，明日先去，跟你老娘商量，让她问准你二姨，再做定夺。是。这不。尤氏素日又是顺从惯了的，况且他与二姐本非一母，不便深管，因而也只得由他们闹去。我父亲的意思是，我二姨那样的好模样，要是嫁给那张华，时时委屈了。我二叔做人又好，样貌也不用说，哪一点不比那张华强10倍？虽说已经娶了亲吧，嗨，我二婶身有病，也好不了啊。暂且买个房子在外边住着，过个1年半载，等我二婶一死，就接我二姨进去做正事。我父亲说了，一应妆奁都由我们这边置办，然后还要下丰富的聘礼。我二叔那边已经备好了精致的首饰，事先新衣，定要风风光光的娶，然后再把你老人家又是水性的人，在先姨和姐夫不妥，又常怨恨当时错许张华，致使后来终身失所。今见贾琏有情，况是姐夫将他聘嫁，有何不肯？大哥，贾琏自是喜出望外，感谢贾珍、贾蓉父子不尽，于是二人商量着，使人看房子、打首饰，给二姐置买妆奁及新房中应用床帐等物。不过几日，早将诸事办妥，已于宁荣街后2里远近小花枝巷内买定一所房子，共20余间，又买了2个小丫鬟。贾珍又给了一房家人，名叫鲍二，夫妻2口
已被二姐过来时服侍。那鲍二两口子听见这个巧宗，如何不来呢？又使人将张华父子叫来，逼勒着与尤老娘写退婚书。啊，可好？好，真好，真好。大哥，您真是这里贾琏等见诸事已妥，遂择了初3黄道吉日，以便迎娶二姐过门。给二爷请安，小的名叫鲍二，以后就专为二爷、二奶奶效劳了。二弟，二弟，哎，我查过历书了，初3是黄道吉日啊，正好迎娶二姐过门。好，甚好，甚好啊，甚好，甚好。那我这里先恭喜二弟了。多谢，多谢，多谢。贾琏、贾珍、贾蓉等3人商议，至初2日，先将尤老和3姐送入新房。至次日5更天，一乘素轿将二姐抬来，各色香烛纸马，并铺盖以及酒饭，早已备得十分妥当。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。那贾琏越看越爱，不知怎生奉承着二姐，竟将凤姐一笔勾倒。人人都说我们那夜叉婆媳者，如今我看来，给你失血也不要。若有一日，只能与他一道伺候你，是我哪辈子修来的福气，怎敢叫他失邪呢？春宵一刻值千金，却替他作甚？贾琏有时回家中，只说在东府有事祭拜，凤姐辈因知他和贾珍相得，自然是或有事商议，也不疑心。也不是头一回成亲，倒是这一回，才知道了其中的滋味。这是我多年背着他攒下的题己，都在这里。你说我待你真不真？按说是1世夫妻，3世也是夫妻。我只是要终身有托，哪里是要图这些来？眼见已是2个月光景。这日贾珍在铁槛寺做完佛事，晚间回家时，因与他一妹久别，竟要去探望探望。一时到了新房，已是掌灯时分。二爷来了吗？没看见他的马。这1月来，我冷眼观察，你姐姐果然嫁得如意郎君，你何时也觅得如此佳婿才好？姐姐糊涂，妈也糊涂了不成？三姨，三姨，三姨，哟，您在呢？哎呀，您坐，您坐。你也坐。哎呀，三姨，我做的宝山如何？啊，很好，很好。若是错过了，打着灯笼都难寻。哎，过日你女儿还备了礼来瞧你们呢。那好，好，好。这尤三姐松松挽着头发，大红袄子半掩半开，露着葱绿抹胸，一横血谱。小的给大爷请安。你还是个有良心的小子，
所以叫你在这儿服侍，日后自有大用你之处啊！不许在外面饮酒生事啊！我自然会赏你。谢谢大爷。行货这边短了什么？你连二爷事多，那得人杂啊！你只管过来回我。我们兄弟不比别人啊！是知道了。小的若不尽心，除非不想要这脑袋了。下去吧。是。闹了这一日也有点乏了。我还是早点去躺着吧。那您慢走啊。你们吃到挺热闹，也不知道分我们一杯吃。自个儿做吧。哎，干嘛呀？你们不在上头服侍，跑这儿偷懒来了？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一时叫起来没人，又是事儿啊。怕什么呀？哎，我怎么说你老不听？糊涂到头的，你撞桑的黄汤吧，撞桑碎了，夹着你的寮子听你的事去，叫不叫与你屁相干，应由我承当，风雨横竖，洒不到你头上来。笑什么？来，喝酒！来。正说着，贾琏的心腹小童龙儿也来处下。大爷也在这儿呢，在西院里呢，他俩不会撞上吧？走。二爷都知道了。啊，那喝酒。我们呢，因赶不上爷的马，恐怕得翻夜了，在这里啊借住一宿。我们这儿有的是炕，只管睡。